联邦终结马夫蒂的利器，佩涅罗佩设定解析，像大白鹅一样在天空翱翔的巨龙，机动战士高达，闪光的哈萨维，设定和剧情解说。机体型号 RX-104FF 佩涅罗佩是联邦军于 UC-0105 年投入的一款机动战士高达，该型机体由阿纳海姆电子公司负责研发制造，其最大特点那就是整体结构上是由主体加换装两大部分组合而成，而这其中的主体部分便是型号为 RX-104的奥德修斯高达。可以看到，在移除了 FF 飞行装甲组件之后，本体奥德修斯高达的形态就清晰地显露了出来。像头部的造型基本就是延续了高达机型的特征，其面容只要一眼看过去就能分辨出跟其他 MS 的差别，包括内部所配备的各型电子设备，在性能方面也是要优于当前服役的各型机动战士，像是为了提升机体的态势感知能力和通讯能力，在额头位置的传感器和天线就造得比较大，整个头部看上去就像是带上了个鹿角一般。相应的机体驾驶舱采用的是全周天球形结构设计，其整体结构是通过上方的机械臂进行固定，然后在此基础之上使用了线性座椅的悬架系统。这个悬架系统在机体进行复杂机动时，可以维持驾驶舱一直处于稳定状态，从而降低机体剧烈机动对驾驶员体能消耗的影响。同时，驾驶舱所配套的电子设备在性能上增强了不少，能够在复杂的战场环境中迅速完成对目标的识别到锁定这一过程，包括存在多个目标时也是如此。接着，只要目标进入到自身的有效攻击范围，就能立即在火控系统的加持下对敌发起攻击。不过，作为第5代的新锐机型，该型机体未能采用上感应式操纵来操纵机体，所采用的操纵方式还是较为传统的握柄式操纵，因此机体操纵时的反应速度表现会有所逊色。接着是武装方面，在奥德修斯高达2个手臂上各携带了一个复合弓盾装备，该复合弓盾装备除了能作为盾牌防御敌方攻击之外，还集成有3件武器用于对敌攻击，其中在这个位置就安装有近战用的光束军刀，当要与敌方机动战士展开接近战时，这个复合弓盾装备就会输出光束，从而变成袖剑用于与敌方近战。相比于其他机动战士以手持使用光束军刀这一方式，没有利用上手腕的袖剑在灵活性上的表现就比较差，一旦在近战中频繁交手就会容易陷入劣势，因而更多时候使用复合弓盾装备则是通过另一端的麦格粒子炮拉开距离对敌攻击，而且攻击威力要比 MS 常用的光束步枪大，基本上只要一发命中就有可能将对方击破，使其失去战斗力，并且在复合弓盾装备的侧面还装有导弹发射装置，其作用是辅助麦格粒子炮来加强对敌火力打击，以便机体在战斗中能发挥出更多战术作用。基本上依靠这2件复合弓盾装备就足够让奥德修斯高达去应对大部分战斗。如果要进一步增加奥德修斯高达的攻击能力，则需要通过加装附加组件来实现。可以看到，在脚部位置比其他机动战士多了个支架，其主要的作用是在机体装备大型附加组件后，避免重心发生变化导致机体在停靠地面时发生倾斜，而在机体肩部、背部和腿部还都设有相应接口，来让奥德修斯高达装备各种附加组件进行作战。其中一个附加组件便是名为 Fixed Fight 的飞行装甲组件，而前面提到的佩涅罗佩正是奥德修斯高达装备飞行装甲组件后的形态，不但外观上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包括攻击能力和机动性能也得到了巨大提升。首先是在2个肩膀位置分别安装了一门麦格粒子加农炮，该武装的特点是有效攻击距离比较远，包括所输出的威力也十分强大，其对目标造成的毁伤程度大致上与舰炮相当，而且射速极高，能在较短的时间以内对目标发起连续炮击。如此射速对于敌方来说会带来巨大压力。而除了这一门麦格粒子加农炮之外，在这个位置还装备了导弹发射装置，算上在前腰裙甲位置的导弹发射装置，在佩涅罗佩上装备的导弹数量就达到了34发。当要对目标发起导弹攻击时，只要展开露出导弹，就能立即对敌发起打击。所配备的导弹跟常规导弹不同，使用的浮游导弹不仅在造型上跟常规导弹差异巨大，包括制导方式也不相同。其制导方式是通过机体上搭载的赛克谋系统，以此来实现对目标进行精确打击，而这精确打击的最大距离据称能达到超视距的范围。接着是在机手2侧位置还内置了近防机炮，所发挥的主要作用通过高射速形成弹幕去防御各种来袭的导弹，如果有必要
也能作为攻击手段对敌发起突袭攻击。虽然威力上未必能够对机动战士形成有效毁伤，但可以对目标瞬间造成干扰，使其发生混乱，从而创造出击破对方的有利时机。另外，在机体右手还携带了一把武器，虽然外表看起来像是一把 MS 用的光束步枪，但实际上是手持使用的高能麦格粒子炮，所以这把枪输出的威力和打击范围都要高出其他机动战士使用的常规光束步枪不少。可以说，从火力上看，这把武器相当于是步兵使用的榴弹发射器。然后就是佩涅罗佩的机动性能方面，该型机体作为第5代机动战士所发生的最大变化，那就是装备了小型化的米诺夫斯基飞行系统。该飞行系统在启动了以后，飞行装甲组件的内侧就会闪烁出金黄色的光芒，在夜间飞行时仿佛就是会发光的昆虫一般。加上米诺夫斯基飞行系统的能量使用率很高，能使佩涅罗佩具备长时间在大气层中飞行的能力。特别是当佩涅罗佩进入到高速巡航状态时，就会通过释放米诺夫斯基粒子来形成光束屏障，以此来降低在飞行时空气摩擦对机体造成的阻力。这样佩涅罗佩的机动速度就得到了大幅度提高，无需满足气动外形就能突破音速进入到高速巡航状态。而且不仅速度很快，佩涅罗佩在高速机动方面的性能表现同样十分出色，能在高空中战斗时连续做出复杂机动，来躲避对方机动战士发起的连续攻击。如果遭遇到敌方相同水平的机动战士，还能像空 U 型战斗机那样，在中近距离的范围之内进行激烈的狗斗。可以说，米诺夫斯基飞行系统在机动战士上应用了以后，不但在机动能力上实现了质的突破，也让机动战士在大气层中的空战模式发生了变化。值得一提的是， FF 飞行装甲组件还具备有独立作战的能力，也就是可作为 MA 脱离机体进行战斗，这样就能像攻击机那样去发挥火力支援作用，又或者像僚机那样来为本体提供掩护。不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实际看到 FF 飞行装甲组件单独使用的情况，倒是佩涅罗佩还处于试验阶段时，就有被调去参与了联邦军与马夫蒂之间的战斗，而当时负责驾驶佩涅罗佩的人员，便是名为雷恩艾姆的测试驾驶员。虽然他的很多信息至今为止仍不得而知，但在驾驶能力方面确实具有较高的天赋，并且他还拥有 NT 能力，可以进一步发挥机体的战斗力。而唯一的不足就是实战经验较少，容易在面对高水平的对手时陷入劣势，而这一点在他与马夫蒂的战斗中就得到了体现，也就是他随凯奈斯·斯雷格指挥官调至金伯利部队，在地球菲律宾的达沃地区与马夫蒂所发生的战斗。当时马夫蒂为了解救出被调查局控制的哈萨维，派出了由数架梅萨组成的作战小队，打算通过袭击哈萨维和联邦高层所在的酒店，来帮助哈萨维脱离调查局的监视。而在袭击发生之后，金伯利部队便立即派出了机动战士出击迎敌作战，包括佩涅罗佩也被派去参与了这场战斗。于是，一出击就遭遇到了马夫蒂的其中一架梅萨。很快，佩涅罗佩凭借自身机动性能优势，仅使用近防机炮突袭攻击，就轻松打掉了梅萨手里的武器，为联邦军金伯利部队平息这场袭击发挥了关键作用。最终，金伯利部队成功抓获了马夫蒂这架梅萨的驾驶员。虽然佩涅罗佩出战马夫蒂取得了不错的成果，但与马夫蒂的战斗还没有到结束的地步。就在马夫蒂准备营救之际，凯奈斯·斯雷格很快就察觉到了哈萨维跟马夫蒂的关系，于是让雷恩·艾姆带着马夫蒂俘虏，驾驶佩涅罗佩率领一支机动战士部队出击作战，准备在马夫蒂进行营救时一网打尽。很快他就遭遇到了刚从高空中接收新型机的哈萨维，于是便驾驶佩涅罗佩前往拦截。就这样在高空当中与哈萨维驾驶的谢高达展开了战斗。虽然战斗一开始就立即进入到了十分激烈的状态，但还是因为与哈萨维存在差距，没有取得优势，结果在战斗中被哈萨维发射的绿色光束转移了视线，从而被哈萨维抓住机会反击得手。尽管雷恩·艾姆有做出反应，启用近防机炮进行拦截，但是仍然有相当多的浮游导弹突破了近防炮的防御，使得佩涅罗佩在被数发导弹连续攻击命中后受损严重，就这样直接坠入了大海，结束了这场战斗。而雷恩·艾姆也就由此首次尝到了战败的滋味。